好了，本集節目就那麼快開始啊！我知道很多人，如果你有買股票的話，最近心情不太好。那我要跟你講，如果你心情不太好的話，不要看這一集，因為這一集會告訴你，最近不是買股票的好時機。為什麼？我的邏輯一向很簡單，跟我為什麼現在都談國際政治、國際局勢一樣。台灣股市根本就是一個淺碟股市，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受到國際影響。韓國跌，他也怕；美國跌，他也怕。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真正最盡頭的高點的危險是什麼，在哪裡？然後今天晚上會怎麼樣？但是很抱歉，我也覺得很無奈，是我們直播開始的時間都是晚上，我沒有辦法在白天早上開，告訴你說你今天最好把手上的股票都處理掉，因為大風大浪的時候不要出海啊，不要出海啊！也許你可以抓到大魚，但是出海風險過高。來，我們先開場。各位事務所的同學晚安，我是朱學恆。今晚就是你過了一個12點之後，微軟要交出全年最關鍵的財報。AI 賺最多的公司之一就是微軟，結果股價卻是7巨頭墊底，距離高點$555跌掉30%。為什麼？因為在它6250億美金的訂單裡面，有45%綁在一個從來沒有賺過錢的客戶 OpenAI 身上。今天是2026年7月29號，這裡是萬事通事務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微軟今晚會交出生死財報，6250億的訂單，45%綁在一個沒賺過錢的客戶身上。Google 靠自研晶片封王，那台灣會坐在 AI 賭桌的哪一邊呢？我們今天會講到 OpenAI 陰影、Transformer、Ironwood、Noam Chazir 循環金流。借船出海風頭勁，自助如錘火候深，一紙論文分兩路，8名叛將換千金，訂單懸命寄孤客，籌碼繞桌不出林，今夜交卷天未曉，看懂幾人賺到心啊！各位，今天這一集的時候，時機呢是我們做節目少見的一個狀況。我們直播的當下，美股快要開始盤中交易了，差10幾分鐘。等一下你睡覺的時候，台北時間凌晨2點呢，美國聯準會公布利率決策。再過幾個小時，美股收盤之後，微軟會公布它2026會計年度第4季的財報。2顆炸彈同一個晚上引爆。我先問一下，我們現在手上有股票的網友，請按個1，舉一下手。好不好？讓我大概了解一下有多少人。希望大家都賺錢了，但是往往不是這麼容易的。所以，哇，111這麼多，小內給斗邊是0 ，S30512，2是什麼小 ？Impalpable， 我的那個蜂蜜寄出去了，我希望你應該快要收到了，因為我給你800里加急，我給你寄一個650的快遞呀！媽的，這個根本沒有賺錢，好不好？難得有上海網友買蜂蜜，我一個過度興奮，我就寄了650。好了，有一些人有買股票，來，希望各位一切平安。什麼？我們包成這樣子，瓶子還是破，沒關係，你後台跟我講，我再想辦法，反正我就再寄給你。顯然這個包的不夠，那我們就再包，虧錢也要補給你，你就在後台再傳訊。靠媽，這樣子也破！幹以後給你包5件 T 恤包在裡面。
沒關係嘛，我再賠給你，所以 Impalpable 就再傳訊給我，沒有關係啊。國際寄送這個事情本來就是我們包裝要包夠啊，那只是怎麼這麼狠呢？各位，但我先這樣講，那個東西不容易壞，你可以先把殘存的沒有壞的蜂蜜撈出來，用小玻璃瓶裝着，照樣吃，沒有壞的，這個不會壞的，好不好？什麼叫面膠最保險？他幹我飛上海哦！我也買了空氣袋，但他媽就破，沒有辦法，我也沒抱怨，就這樣的。我到時候賠給你，我立誓要讓你喝到我們的鴨腳木蜂蜜為止，好不好？來，我們這樣講，有2個不穩定因素。美股收盤後，微軟會公布2026年會計年度第4季的財報。第4季嗎？第3季吧。好，不管，差不多就某一季的財報。那這2個炸彈都是很危險的炸彈，而且這還不是全部。在聽直播的各位，你就知道這禮拜美股發生什麼事情嗎？相信會很清楚哦。費城半導體指數追蹤全球晶片股那個指數，連跌4天。禮拜二1天之內，美光跌了 8.8%，AMD 跌了 8.1%，Intel 跌了 5.9%，做記憶體的 SanDisk 直接崩 14.2%，韓國股市更慘 ，Kospi 指數盤中一度崩掉 10%， 直接觸發熔斷，暫停交易呀！各位，熔斷呢，不是跌深，是跌到交易所說大家先冷靜一下的程度。為什麼跌？為什麼跌？賣壓的理由，外電白紙黑字寫2條。第一個，中國晶片製造技術突破了報道，長興存儲在上海掛牌，嚇壞了全球記憶體廠。我跟你講，有網友跟我說，哎呀，聽到這個故事呢，回想起我有一次介紹合肥的時候有提到，我說媽逼，不是跟你講了，你聽我的，介紹哪裡你就趕快去買那邊的股票，你一定賺啊！但沒關係，他可能沒買到，所以他也不會抖內給我，就這樣子。那這個然後呢，第2條 AI 循環金流交易的疑慮，這5個字我們第7章會完整的解釋，讓你明白。我還是要再說，我今天針對美股做解析，我也沒有叫你買或不買，我只是讓你獲得知識，可以自己做正確的決定，好不好？這樣子就開心了嘛。那任何人有知識就 OK， 就 OK。來，這個我們回到主角。同一場 AI 浪潮呢，微軟跟 Google 2家都賺錢賺到流油啊，命運卻是2個世界。Alphabet 上個禮拜二7月22號交出財報，營收年增 24%， 雲端暴衝 82%， 賬上訂單堆到5140億美金吶、啊。微軟的業務也不錯。Azure 還在用4成的速度成長，但股價是7大科技巨頭裡面的墊底生，今年就跌掉2成，距離52週的高點555美金跌掉超過3成啊！你們現在在聽直播，一邊看自己的微軟持股的各位，你現在心裡的 OS 應該在想說，到底為什麼？這就像什麼？段考前一天晚上，班上2個資優生，一個上禮拜先考完了，考卷發回來95分，結果他爸還是把他罵了一頓，因為補習費太貴。另外一個今晚才要進考場，全班都在賭他考幾分。今天這一集，我們就把這2個學生9年來的讀書方法、補習賬單，還有他們背後那個越來越貴的補習班產業，一次分析給各位聽。因為說到底，這不是2家公司的八卦。這是一道商學院等級的策略選擇題，
借錢出海，還是要自己打造一艘船？台船的海鯤號不是今天舉例的目標，但是跟今天股市無關。那這道題的答案牽動是你我的退休金、股市、台積電的訂單，還有台灣整個科技供應鏈的命啊！先講清楚今天的路線圖。我們第一章會講起點，2017年那一篇改變世界的變形金剛論文。第二、第三章呢，會把兩家的賬本攤開來。第四章會對成績單。第五章講一個27億美金的贖罪故事。第六章講考卷怎麼變了。第七章循環金流，我們會火力全開的分析。第八章台灣。最後我們來聊一個最殘酷的問題：看懂跟賺到中間差了什麼？來，我們先繼續往下走。你看，掛可做圖就可以做人臉啊。那這一位印度裔的人啊，顯然各位應該要知道他是誰啊。好，但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走。那所以今天晚上呢，會有三重事件發生，但我手上的股票從來也沒有考慮要賣，所以我不擔心，我照樣睡覺。那反正等明天早上起來再說，好不好？每天早上起來，很害怕呀。來，可是我們要講的就是兩個不一樣的路徑。先講故事，從2017年開始講起啊。那一年呢 ，Google 內部幾個工程師寫了一篇論文，標題很狂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注意力就是你需要的一切。這篇論文提出來一個架構叫 Transformer， 就是變形金剛，它不是變壓器。今天你用了 ChatGPT、Gemini、Cloud 的每一個大語言模型，祖師爺都是這篇論文。那問題來了，這篇論文是 Google 生的，結果嘞？結果被 OpenAI 拿去做出了 ChatGPT， 一舉成名天下知。Google 自己嘞，自己的 Gemini 慢了好幾拍，被全世界笑是 AI 落後者。這就像你家祖傳的滷肉配方被隔壁鄰居拿去開店，還開成連鎖上市公司，你說哦不哦？哦哇！然後這兩家公司呢，從這裡開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微軟的選擇呢，我叫它做借錢出海，什麼意思呢？就是借船出海，對不起，借船出海。微軟是老牌科技公司哦，他自己的 AI 研發跟不上，怎麼辦？我不造船，我租船，我投資 OpenAI， 然後我把它跟我的 Copilot 結合在一起，我提供雲端算力，我把 ChatGPT 的風光變成 Azure， 就是我的那個雲端服務的訂單。這一手漂亮不漂亮？超漂亮！微軟呢？市值因此多了2兆美金，從老氣橫秋的軟體公司一夕變成 AI 新貴。Google 的選擇呢，叫做自鑄爐錘，晶片自己設計 TPU， 模型自己養 DeepMind 比 OpenAI 還早成立，通路自己有，搜尋 YouTube、Android、雲端什麼都自己來，慢。但每一層都握在自己手上。在聽直播的各位一定會問，那到底哪條路對呢？2025年底以前哦，這一題沒有標準答案。橫向結盟的賣點是彈性，科技變太快呢，是讓整個系統沒有辦法追上，所以你綁死自己，不如到處交朋友。垂直整合的賣點是控制，你全部都控制在自己手上，開不開心？開心。那10年磨一劍，你只要磨出來就是護城河啊！商學院啊，可以為這一題炒3個學期，但是2026年上半場考卷改出來了，而且改出來的分數呢，差距大到連教授都傻眼，沒想到是這樣。
先等等，我們等一下再說。我們一張一張往下看，然後你就会找到一个不一樣的方向。那我們先看微軟的賬本，因為那本賬本裡面藏着一個華爾街新發明名詞，叫 OpenAI 陰影。若於說，哎，我是你們大陸人啊，不，台灣人大陸人血菌同胞，你們享受民主自由的同時，還認我是同胞嗎？何時來解救我？不好意思，全台灣現在股市虧到褲子都沒有了，所以現在要來救你，除非大家要不穿褲子。不要擔心，不要莫急，莫慌，莫害怕。來，接下來要講微軟啊，哎呀，微軟的壓力很大呀。先攤開微軟的那一張，有沒有看到沒有？跟 Sam Altman 握手啦，你看看，哎，我還是要再講，哎，全台灣唯一可以請到 Sam Altman 來台灣人叫做郭台銘，結果你們他媽選賴清德，你腦袋是不是燒壞了？還有一堆人投侯友宜，還有一堆人投柯文哲，我真心沒辦法理解。我說愚蠢的選擇就是不會變的，就是不會變。那怪誰呢？怪你自己，好不好？來，這個我們攤開微軟的一個賬本。哎，我跟你講，很多人講說我的 AI 就是我的稿子，人們很喜歡提賬本。啊，幹！今天講股市就要講賬本啊，不然怎麼辦呢？而且因為長時間我看《經濟學人》，然後我在那邊改我自己的腳本稿，我習慣用算賬跟死亡筆記本這兩個比喻已經印到 AI 裡面了，所以都是這個樣子的。來，2025年10月啊，微軟跟 OpenAI 完成了合作關係的大重組。微軟拿到什麼？ OpenAI 重組後盈利事業大約27%的股權，賬面價值呢約1350億美金。OpenAI 的技術智慧財產權可以給它用到2032年，大家都在賭，在那個之前 AGI 也就是全能人工智慧已經產出了。那連做出通用人工智慧之後的模型都算在裡面，然後 OpenAI 承諾未來向微軟 Azure 採購2500億美金的雲端服務，2500億美金呢？台灣一年的中央政府總預算大概1000億美金上下，這一張合約是2年半的台灣，微軟付出什麼代價？放手，他放棄獨家 ，OpenAI 從此可以自由找別的雲端合作夥伴，不用經過微軟同意。聽起來是不是雙贏？賬面上是啊。2026年1月，微軟公布會計年度第2季的財報，訂單積壓，就是我們第0章講的 RPO。已經簽約還沒有認列，還沒有錢，還沒有真的進來的訂單簿，1年之內從2980億暴增110%，來到6250億美金。雲端單季營收第一次突破500億，數字漂亮到發光啊！你看這個微軟的總裁叫什麼名字？一個光頭的印度人，看我忘了他名字，笑多開心。但是呢，有沒有注意到啊？那個印度總裁是沒有人影的啊。好，但不管，我們繼續往下講。可是呢，財務長 Amy Hood 在電話會議上被分析師問了一個問題。他的回答讓股價當場盤後跌了5%。他說，這6250億的訂單積壓裡面，大約45%來自 OpenAI， 45%換算其實下來是2810億美金，綁在一個客戶身上。
而且這個客戶 OpenAI 從創立到今天，沒有一天是賺錢的。在聽直播開過公司的各位啊，你們懂這個感覺嗎？你的訂單簿看起來厚得像電話簿啊，但是翻開來快一半是同一個客戶簽的，而且這個客戶自己還在燒錢燒到冒煙，這叫什麼？這叫雞蛋不止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是放在一個還在學騎腳踏車人的菜籃裡面。更妙的是細節。那一季微軟的商業訂單又成長了230%，但官方自己說，主要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的大額承諾帶動的，把這兩家 AI 新創剝掉，剩下55%的訂單積壓，成長率是多少？28%，28%也不差欸。憑良心講，但是跟230%的頭條數字比起來，你就知道頭條數字是这樣的嘛，你不要奢求了。然後財務長怎麼回應集中度質疑？大家都說你他媽都集中在2家公司啊。他說啊，這是一段很棒的合作關係。微軟對此感覺非常好。好了，老規矩哦，當一家公司的財務長說我們感覺非常好的時候，你就要感覺開始不太好啦。當官方說你不需要擔心的時候，你就需要擔心了。這條定律從台電講到華爾街，從來沒有失靈過。華爾街後來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叫 OpenAI Overhang。OpenAI 陰影，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家公司的估值上面罩着一朵別人家的雲。OpenAI 這邊呢，他拿到自由之後，馬上到處交新朋友啊。甲骨文 Oracle 跟他簽了3000億的雲端合約 ，Amazon 的 AWS 啊，新創雲端商的 CoreWeave 通通有份。CoreWeave 以前是做加密貨幣機房的，那結果這個船東放船出海，船就真的出海了。問題是船上載的是你快一半的訂單簿啊。當然，公平講 ，OpenAI 現在傳出要以1兆美金以上的估值上市，真成了微軟手上的27%，就是2700億美金的賬面資產，被迫攤在陽光下要重新定價啊。這是陰影裡面藏的紅利，陰影跟紅利呢，同一朵雲就是借船出海的本質啦。但船終究不是你的哦。請你好好的思考，不是你的船就不是你的船。所以你看，所以我說為什麼今天聽這個消息也不會是好消息，因為嘛狀況不好，而且微軟這個狀況呢，看起來今天晚上公布也不會好，是因為市場就是不樂觀。所以在市場不樂觀的時候，你說什麼都不好，說什麼都不好。來好啦 ，Google 來了。Google 的總裁應該是 Sundar Pichai， 也是一個印度人。有沒有注意到7大的印度人？那個總裁有很多印度人。來換到 Google 的賬本 ，Google 的賬本的關鍵字只有一個，叫做自己。晶片是自己的 ，TPU 張量處理器從2015年第一代就開始磨到2025年11月18號第7代。代號 Ironwood 鐵木。那一天呢 ，Google 做了一件很有戲劇感的事。Gemini 3呢，跟 Ironwood 同一天發表，劍跟劍弩一起亮相，模型是自己的。Gemini 3一出來，風向整個轉了。之前大家笑 Google 是 AI 落後者 ，Gemini 3發表之後，評價變成什麼？哎呀，這才是 ChatGPT 5.0該有的樣子啊！搜尋巨人回神了，通路是自己的，搜尋 YouTube、Android 雲端模型做出來就直接灌進自家產品，廣告更準，搜尋更黏，雲端更好賣。在聽直播的各位注意這個結構。
晶片省下來的成本餵給模型，模型被變強餵給通路，通路賺的錢回頭再弄晶片，這叫飛輪啊！飛輪最可怕的是它自己會轉，不用求人。然後飛輪開始對外輸出了 ，AI 公司 Anthropic 就是做 Cloud 那一家。2025年10月宣布擴大採購 Google 的 TPU， 規模上看100萬顆。2026年上線的算力超過1個 Gigawatt， 合約價值幾百億美金。這是什麼概念？過去大家買 AI 算力只認 NVIDIA 的 GPU， 現在連頂級 AI 實驗室都開始改買 Google 自己鑄的件。為什麼？因為 TPU 是為 AI 量身打造的，能耗效率更好，每一次運算的成本壓得更低。在大家都被電費跟晶片價格掐住脖子的年代，省電就是王道。順帶一提，幫 Google 設計 TPU 的晶片公司名字叫做博通 Broadcom， 記住這個名字，第8章講台灣的時候會回來啦。賬本的成果呢，直接看2026年第二季 ，Google 雲端營收年增82%哦，這種體量的公司的成長率長得像新創，更狠的是賺錢的效率，雲端的營業利益率從1年前的20.7%跳到35.6%，營業利益直接翻3倍到88億美金。翻譯成白話，以前 Google 雲端每收100塊賺20塊，現在每收100塊賺35塊。為什麼？因為件是自己鑄的，不用付 NVIDIA 那筆越來越貴的晶片稅啊。然後呢，市場投票啦，2025年11月21日 ，Alphabet 市值3.62兆美金，超越微軟的3.51兆，這是2018年8月以來第一次啊！8年了，借船的人跑了8年第一名，微軟8年第一名，結果鑄件的呢，默默磨了10年的劍，超車那一天呢，連敲鑼打鼓都沒有，不講。但是各位不要先急着喊 Google 萬歲，本台的專長呢就是平衡報道。你他媽當我是三立還是民視嗎？我不會只告訴你一面的，我不會只告訴你台灣是一個舉世滔滔的富饒之地。錯，凡有光必有影，你要知道陰影才能做正確的決定。各位先不急着喊 Google 萬歲，因為鑄件有鑄件的賬單，那一座爐子燒的錢啊。第6章你會看到數字，就會倒抽一口冷氣，很恐怖的，好嗎？請大家認真的思考。至於有網友講，這個在這種 AI 生態裡面呢，台積電一定賺錢。哎，我跟你講，台積電一定賺錢，我不否認。但是你不一定啊，你如果壓什麼正2槓桿，或是你買不到台積電，你所有周邊都買的話，台積電不會不賺錢，但它的股價會在什麼時候？你要好好想一想啊，請不要那麼的開心自在，好不好？這個就要好好的思考了。來，我們要念一下抖內哦，今天一開場 C 就抖內了。150 C909， 謝謝你。壞掉龍九說，請支持進口3用飛包，擔任阿魯巴老豬並按讚分享加群熱推購買商品。也請問老豬祝福打氣，謝謝。沙說豬大加油，喜歡你講財經。我嚴格來講是講科技啊，我不是那麼專長的財經，因為我講到現在，我等下會告訴你一件事實，你到時候就知道。蔡兆和說+1 ，JGFish +1，因為今天的抖內目標是，如果目標過了，我們以後可以多花一點時間談美國科技股跟股市。好啊，反正我覺得很開心啊。那賺錢最重要，先照顧好自己。哎，JGFish 不是要去出差，要去進修了嘛，是吧？EZen TW66 說 Money。Iden Diver 說，人生第一次抖內補給過去吸收的免費知識，以後還有更多的免費知識哦。
來，我們接下來要講到第4章啦。你看 ，Google 數字這麼好，那它會不會繼續這麼好呢？我們不敢講啊。哎，我沒有說叫你買 SK 哦，我沒有說哦，你不要亂想，因為長江存儲上市風險很高的。我不知道你有一個新聞，我又不是財經部落客，為什麼我要看這些新聞？對岸有好幾家科技公司已經拒絕了海力士今年提出來的價格了，他拒絕了，為什麼？因為他覺得我自己長江存儲有，我就自己買了啊，我就自己買了啊。所以好好思考一下。但長江存儲也涨太多了，我是一個小心的人，好嗎？所以你看到 Google 這個數字，你就考慮一下 Alphabet 是不是值得投資，長期抱我覺得不錯。來，好，這邊就尷尬了。2026年上半場成績單，一個封王，一個墊底。長興是吧？哦，我跟你講，我就不是財經部落客，除非你們有人抖個500萬，叫我今年全部轉型變財經部落客，不然我看那個東西就是翻過去而已啊。山宅醫生說支持財經話題，剛看完蜘蛛人，等等聽回放。哎呀，那我應該要帶我兒子們去看蜘蛛人了嘞。不是，龜秀說手中有記憶體股，每天受零食，放寬心，出去玩。那個7靠6763，可是 USA 會繼續用 SK 吧？我這樣講。老共自己如果真的能夠那麼仰賴長江存儲的話 ，SK 跟海力士的訂單會減少會減少是長興吶，對不起，長興存儲。所以你要繼續往下講啦，就是有一邊產生了自給自足的能力的時候，你另外一邊本來是獨家就會受到影響的，好不好？不是大烏龍，我本來就是外行，我剛就口誤而已。來，這個我們繼續先講 Alphabet 跟微軟的賬單。Alphabet 2026年第2季啊，總營收1198億美金，年增24%哦。注意，一年前同期的成長率才12%，等於它的成長率翻倍了。搜尋廣告加17%，YouTube 廣告加13%，雲端加82%，訂單積壓5140億美金。順帶補一個限定。彭博行業研究的分析師指出，搜尋那個17%，增加17%，其實略低於華爾街的預期，成長很猛，但沒猛到市場想要的程度。這個伏筆第5章會回收。好，999已經到新加坡了。他說到外地第一斗，接下來1年的無業游民的確很需要看看要投資什麼。初到新加坡，除了一出捷運站都會聞到滿滿咖喱椰子味之外，新加坡軍人都穿軍裝跟大家一起生活，跟台灣差很多。當然，但是他要當2年哦。那而且新加坡就是異鄉，你要落腳真的很困難。Run fast and far， 你昵稱改了是吧？740人在線，260讚，大家記得按讚啊！縮短了我昵稱，跑累了。來，還沒完，我們再幫各位先擋掉一個陷阱。你如果去看新聞標題，會說哇 ，Alphabet 單季淨利1122億美金，暴增3倍，好猛！慢着，就斗馬得古拉塞。這1122億裡面有991億是股權投資所得。
也就是 Alphabet 手上握有 SpaceX、Anthropic 這些未上市公司的股權，賬面重估增值。那是紙上富貴啊，不是賣廣告、賣雲端賺来的。真正的經營實力啊，要看營業利益。408億呢，年增30%，30%已經非常猛了。但1122億那個數字，聽聽就好。本事務所的規矩是分母要對，口徑要對，賬面跟現金要分開，財報可以化妝，我們不跟着畫了。微軟這邊呢，我再強調一次，業務沒有壞，你不要以為我在罵微軟，不是，微軟的業務沒有不好。最近一季的營收呢，829億美金，年增18%，EPS 4.27，年增23%，Azure 成長40%啊！它這種規模簡直是美國體量最大的公司之一了。它還維持40%的雲端成長，在任何年代都是資優生成績啊。但股價微軟2026年7巨頭墊底啊，統計到了7月中，今年跌掉超過20%，從52周高點的555美金跌掉了380塊上下，蒸發超過30%。本益比掉到22倍啊，都快要接近台積電了，好不好？畢竟2018年以來最低，什麼概念？市場給微軟的評價便宜到跟8年前那個還沒搭上 AI 的微軟差不多。而 Alphabet 今年上漲1成多啊，市值站上了4兆美金俱樂部。好 ，Richard Wang 說長江是 NAND， 長興是 DRAM， 這樣就容易記住了。來，在聽直播，手上剛好有微軟股票的各位，先不要急着哭。第7章跟結論我們會講到你們。同樣賺大錢，一個封王，一個墊底，為什麼？因為市場買股票買的從來不是你現在賺多少，是你的錢是不是你自己的。Google 的飛輪就是它的財政閉環啊，晶片模型通路3位一體，每一塊錢的成本結構自己說了算。微軟的引擎呢，算力核心跟 NVIDIA 買，價格人家開，模型核心靠 OpenAI， 而 OpenAI 正在到處交新朋友，連那一本6250億美金的訂單簿，快一半綁在這一個朋友身上。彈性的另一面是什麼？就是命脈在別人身上啦。2026年市場終於把這句話定價了，我們覺得你這樣不安全。然後你以為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嗎？股市跟科技界的好聽的地方，就是它故事翻轉、翻轉再翻轉，簡直是台灣龍捲風啊！在上個禮拜，考卷本身變了，連贏家都開始被揍。各位，我們現在開始直播一段時間了，現在有700多人的話，我問一下，手上現在有股票的人，麻煩按個1，沒有的按個2，好吧，讓我知道一下，因為一開始只有200多人，現在比例不太對，我順便念一下斗內。河畔微光說，看起來我要套牢了。你有賺可以考慮整理一下。我們都說整理一下，你只要不要有大槓桿操作，還活着嘛？不要老是聽那些故事，那鬼故事，什麼我辭職了，然後我財富自由了，你現在恐怕就是公園自由了啊！千萬不要做小飛人哦，珍惜生命，別亂跑，好嗎？然後三仔醫生說支持財經話題，剛看完蜘蛛人等等，聽回放。這個 RUI768660說一邊重訓一邊聽分析，斗內給朱大，感謝你能花時間收集比對資料，替我們省下時間。我跟你講，我自己覺得這中間學習很多。我每一次定個題目，先找一個脈絡，然後叫那個 Cloud 去搜 ，Cloud 搜了之後，
你各個 AI 用過，你就知道每一個 AI 有每一個 AI 的擅長。Cloud 的搜尋普遍性不夠，所以往往到直播前20分鐘，我看到新的東西的時候，我都要跟他講說這個要補，這個要補，那故事才完整。那也希望啾啾處一切平安。來，我們來看看，現在有700多人在線上的時候呢 ，OWTS 說女友1我2。哦 ，Kill Hero 說看了 PTT 發現前10大跌幅幾乎都發生在近2年。Kill， 你這個是統計學上的一個必然的誤解，什麼意思？因為近2年股票漲很高，所以它一跌個5%，以前2萬點5%是多少？現在4萬點5%是多少？所以10大跌幅一定在這2年，一定在指數高這2年，沒辦法。來，第5章要講一個故事了。這一章講一個非常人性的故事。記不記得我們第1章提了一篇論文，叫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只需要你的注意力。8位作者開創了 AI 時代的 Transformer 變形金剛的那一篇論文。我考各位一題，這8個人今天還有幾個留在 Google？故事妙了，對不对？我告訴你，這8個人一個都不剩啊，全走了。8個人全部離職，有人創辦 Cohere， 有人創辦 Character AI。幹 Character AI 是超級談戀愛專用的 AI。有人去做區塊鏈，發明了未來的8個人呢，一個一個走出了 Google 大門，一個不剩。我們之前做的時候還說有留人，結果他媽的。再隔1、2個月，我再做人也走了。Google 當年連留都留不太住，因為在那個年代的 Google 呢，這些人做的東西呢，跟本業無關，廣告才是本業，搜尋才是本業。我跟你講，不太妙啊。股票跌破4萬點，主要是融資會斷頭，融資斷頭，房貸跟相關的貸款會受到影響。哎呀，各位不要吵誰他媽偷誰了，幹！科技不就是這樣嗎？游泳你游你的，我游我的，那麼難道大家要游出不一樣的態勢來嗎？我跟你講，只有輸家會抱怨人家抄你啦，不要多說了。川普就是輸了才會抱怨台灣抄人家，那其他的國家就是輸了才會抱怨別的國家來抄他，就跟我從來不反對蒸餾啊。Distillation 本來就是常態，媽不就你學我，我學你嗎？那有種就把人類的歷史跟知識全部列專利。來，沒關係，往下走，往下走。那抄就抄了，幹最後誰贏呢？你覺得原創這麼重要，那你就贏嘛，我完全不反對啊。嚕嚕看，舉個例子啊。說風洞實驗的結果就是物理特性，飛機就會長得一樣，很正常。所以為什麼 UFO 長得跟人類的飛機不一樣，大家會覺得很意外，一樣類似。好，沒關係。來，我們繼續往回講。在聽直播，曾經在大公司提過創新案被打槍的各位，這一段你們聽了應該會很有感。接着嘛，劇情神展開啦。2024年8月Google 掏了大概27億美金哦，用一紙授權加人才的協議，把其中一位作者 Noam Shazer 謝澤爾連人帶技術從他自己創的 Character.AI 買了回來。回來幹嘛？共同領導 Gemini 的開發。
27億美金請一個人回鍋，這大概是人類史上最貴的一句對不起，我們錯了。而且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麼嗎？Gemini 3呢，之所以能打出這才是 ChatGPT 5.0該有的樣子的評價，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筆贖罪款的成果。Google 犯過的最大錯誤是把發明未來的人全部放走。他做過最划算的一筆買賣是承認錯誤，再把未來買回來。但是後來，如果我們的故事停在花錢買回未來，那就是一個溫馨的企業勵志故事。但本事務所不做勵志節目，就在直播前幾天，7月24號，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他平常報政治比較多，但是最近報科技也很多，引述了6位 DeepMind 現任，就是 Google 裡面的這個團隊的现任跟前任员工爆料。Bloomberg 也證實了關鍵事實，那一位花27億美金買回來的 Noam Shazer 2026年又離開 Google 啦。這次投效誰 ？OpenAI， 而且難怪 Gemini 3.5 Pro 一直出不來，難怪 Gemini 現在被人家罵說是什麼？是嗎？美國版豆包啊，搞屁呀！来，還沒完，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lphaFold 的靈魂，就是蛋白質折疊靈魂人物 John Jumper 轉投了 Anthropic， 旗艦模型 Gemini 3.5 Pro 呢，研發進度落後原定計劃好幾個月。我跟你講，我現在已經不敢找 Gemini Pro， 哇 ，Gemini 體系我都不敢找它做真正的大任務，但是ChatGPT 5.6則是經常會發瘋啊！這故事講起來很複雜，我就不多講了。那 Gemini Pro 的 3.5 Pro， 它研發進度落後原定計劃好幾個月。Meta AI 的 AI 負責人 Alexander Wang 在 X 上面公開嘲諷說 ：“Gemini 沒聽說過。” Alexander Wang， 你也沒有那個臉去笑別人，你他媽自己的東西做成什麼爛樣子？來，根據離職員工的說法，壓垮士氣的導火線哦，竟然是 Google 原先的承諾，叫做 “Do No Evil”。Do No Evil， 為什麼？因為 Google 今年4月跟五角大廈簽了一個協議，正式允許美軍在國防用途調用 Google 技術。反對的員工說，那是一場令人煎熬的拉鋸戰，因為這是信念的戰爭。就北宋非常不爽，很多人情感上極度倦怠。有員工直接對記者說：“我們真的落後了。” Google 官方當然否認啊，他說上半年 AI 人才流失率比去年低，90%拿到 offer 的人選擇加入。官方話術反向解讀，這集第3次。我們之前幫 Google 講過話，因為那個時候 Shazer 還在 Google， 他現在我知道他一走了，我就知道幹 Gemini 難怪變成一堆北七，更正的是變成一個白痴。來，我們繼續往下講。所以你看，我第3章才講完垂直整合大獲全勝，第5章 Google 就證明了自己留不住財呀。這不叫打臉，這是本台專有的紅隊思維。我們永遠不會只幫單一家公司做宣傳，因為真相不會那麼簡單，好嗎？真相不會永遠只有這樣子的一個答案啊。唉，你看，晶片可以自己鑄，通路可以自己有，但鑄件師從來不是你的資產。
你花27億美金租了2年，租約到期，人家就走了。AI 在這場戰爭裡面，這個東西才是關鍵的。護城河最深的公司也擋不住人才用腳投票。去年這個時候啊 ，Google 風光無限，前年是 Anthropic 的 Mythos 不可一世，現在 OpenAI 又傳出要向國會展示新一代的模型了。王座的朱奇哦，一年比一年要晚啊！這件事給所有組織的教訓只有一條：人才流失的賬單不會在離職那天結清，它會在幾年後用10倍、100倍的價格寄回來，而且付完一次不保證不用付第二次。Google 有本事一再開27頁支票，請問台灣的政府跟公司付得起這種賬單嗎？我們的人才現在正在往哪裡走？你各位自己想，你如果真的覺得你要找有未來的地方，台灣的未來已經看到終點了。來，各位呼籲一下，記得要按讚啊！這個不然我们每次節目做得很好，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很清楚一集節目的內容到底怎麼樣，但做完之後嘛，按讚按不了幾百個，這搞什麼？所以啊，你不按讚，那這個本台就是持續的虧錢，連媽 token 都不夠，我才換了媽最高階的方案呢。那 token 不夠，到時候怎麼辦呢？還管他的，誰管怎麼辦？來 EOOCOO， 謝謝你的抖內。奇怪，這邊怎麼會有人在這邊認親啊 ？Hello， 魯魯米，魯魯米說：“哎，邱小姐你也在這裡，你們到底平常是待在哪個討論區啊？”來，好，我接下來要講置頂的東西呢，我還是要推薦啊，各位，如果你最近想要買那個行動電源或者叫充電寶的話，酷泰科是好東西。酷泰科的這一台是25000毫安培，210瓦，可以帶上飛機的。我出差就帶2顆，媽，全部都搞定。所以上個禮拜二，7月22號 ，Alphabet 交出我們第4章念過的漂亮成績單，營收超標啊！雲端82%，訂單5140億，隔天股價怎麼走？跌7%，跌7%呀！哦 ，Q Hero 說，對啦，你說前3名10大跌幅以百分比排列，台股前3名是現任，前10大也佔了大頭。但你說全部都是現在，我當然會告訴你那個點數不對，而且股價應該這樣講，股市指標越高越脆弱，越容易大跌。更特別的是，我如果沒記錯的話，台積電一個股票佔了40幾，那麼台積電隨便一個傷風感冒就整個大垮台啊！封測股已經是價值鏈的末端了嘞。我強烈建議你要買股，除非買不起，否則還是買最上游。來，為什麼呢 ？Google 考了95分，回家還是被他老爸痛揍，因為資本支出。Alphabet 在財報裡面宣布啊，2026年全年的資本支出從原本預估的1800到1900億美金哦。上修到1950到2050億美金，光第2季一季就燒了449億，比去年同期翻倍。燒到什麼程度？
Alphabet 的自由現金流啊，營運賺的現金扣掉蓋房子的錢，單季負$59億。這是 Alphabet 改名上市以來第一次出現負的現金流，它現金流拿去蓋房子去了，蓋資料中心嘛，有史以來第一次負的。順帶一提啊，那個被市場放大檢視的小瑕疵也在這裡。調整後的 EPS 2.85，市場預期是2.89，差了4美分。95分考卷上的一個紅字，一滴紅墨水啊，平常沒有人會注意，但市場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是引爆點。而且管理層還補了一句：2027年的資本支出。Rupert's Food， 我他媽容許你自大，你一個青鳥在那邊裝雞巴，我容許你，但我不容許你說我瞎掰。你他媽拿我跟歷史哥相提並論，幹你娘嘞！你是沒有大腦是不是？送你一個媽86400秒啦，七八了媽牛記同一步，我跟歷史哥比，你在開我玩笑是不是？回家去啊！不是他落跑，叫他去吃大便。如果你連什麼狀況都分不出來，說我今天也在瞎掰的話，我就知道你是個智障。智障沒有資格留在這邊留言。走了啊，回家去吃屎啦，開不開心？老胡也是一樣，他媽一個內蒙的傻逼，每天喝醉酒就來灌，他媽什麼也不懂，說你這個講的不對，也送你86400元，就這樣。哎，我看留言已經很辛苦了，你不要媽上來留一堆垃圾言，好嗎？真是浪費時間。來，而且2027年哦 ，Google 說它的資本支出還會顯著增加，那怎麼樣呢？在聽直播的各位，您體會一下市場的心情。你兒子考95分回家，然後跟你說：“爸，下學期補習費要300萬了，後年還會顯著增加。”你打不打他？你打不打他？微軟那邊也是一樣哦，會計年度2026年的資本支出$1900億，比前一年暴增61%啊！兩家加起來一年燒掉快$4000億蓋資料中心，這還沒算 Meta、Amazon、Oracle 整個產業正在進行人類商業史上最大規模的基建豪賭，總賬本朝$1兆的級別狂奔。然後連信評機構都看不下去。我跟你講，為什麼我說你最近買股票要小心 ？Moody's 上禮拜警告 ，AI 支出正在威脅 Amazon、Meta、Alphabet 的信用品質。信評呢？以前信用平等是講給過度舉債的開發中國家聽的啊，現在講給全世界最賺錢的3家公司聽說。您的信用品質受到威脅了。當然，多方也有話講啦。摩根斯坦利這禮拜才出了一篇報告，他說這3家合計$1.4兆的 AI 投資終將回本，看多看空，華爾街自己都打成一團。所以你看懂了嗎？2026年的7月啊，基本上大概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強悍的 AI 資本支出的軍備競賽，上半年比的還是誰的路線對，下半年呢就不一樣，上半年是 Google 贏，下半年比的是誰燒錢燒的有效率。我跟你講，我有一個朋友呢，他兒子啊就是幫 Meta 在蓋資料中心的，也就是好了，以前。張善政呢？如果是現在在幫 Google 蓋資料中心，他賺的錢可能多到他不需要來當市長。
現在比是誰燒錢燒的有效率啊？路線之爭現在已經降級，原來比信念，現在變成誰花錢有效率？垂直整合派燒錢自己蓋，橫向結盟派燒錢跟人買，最後都是燒，差別只在於 Google 燒出來的爐子是自己的，微軟燒出來的訂單薄，快一半壓在別人身上，科學終將勝利了，這是我們事務所的信條。而財務上的科學很不浪漫，折舊呢？折舊不會因為故事動聽就消失，蓋下去的每一塊錢的資料中心呢，未來幾年都會變成損益表上的折舊費用，一年一年扣。現在市場問的問題就一個：這些錢回得來嗎？沒有人知道，但是市場已經開始用腳投票。投票的第一個開獎現場就是本周的晶片股。來，第7章我們要火力全開啦，各位，晶片股這一周不太妙，好不好？啊，順帶跟各位提，OWTS 9999說上課費+1，朱大晚安，仲仔晚安，已經乖乖請 COVID 假，你請 COVID 在家休假，可以去追之前沒有聽的直播啊，反正也是休息嘛，那你可以一邊跑步啊。COVID-19 現在其實不會真的很喘的，一邊跑步鍛鍊你的肺活量，一邊休息啊。EOCOO 謝謝你抖內已到了，今天比較晚一點。來，安安的嗎？阿嬤送了芒果刨冰，我今天買金黃芒果，幹超大的，在我們啃得我死去活來。好 ，BBD 講的就是我們第7章要講的。我先講清楚遊戲規則啊，接下來指控呢，有些是做空機構的說法。有些是市場疑慮，不是司法認定，但我們會把證據一條一條的攤開來分析，你們自己判斷。先看這一張牌桌啊，第一手，微軟投資 OpenAI 累計上百億美金，換到27%股權，然後 OpenAI 承諾向微軟Azure 採購2500億美金雲端服務，錢從微軟出去繞一圈，變成微軟的訂單回來。第二手，2025年11月，微軟跟 NVIDIA 宣布投資 Anthropic， 微軟出最多50億，然後呢 ，Anthropic 承諾向 Azure 採購300億美金的算力，錢出去，訂單回來。於是微軟那一季的商業訂單成長230%，官方自己說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這兩筆大額承諾撐起來的。第三手甲骨文 Oracle 訂單積壓5230億美金，跟微軟的6250億美金並列全球最大，而它的積壓主要也是靠 OpenAI 一紙3000億的合約。第四手 NVIDIA 自己也下場啦。2025年9月，他宣布計劃對 OpenAI 投資最高1000億美金。OpenAI 拿這些錢幹嘛？蓋資料中心，買晶片，買誰的晶片 ？NVIDIA 的晶片。在聽直播的各位啊，這整個東西全部連在一起了。我跟你講 ，NVIDIA 出那個錢，中間很有可能沒有出現過現金，你知道？我投資你1000億美金，然後你直接跟我拿晶片用，換在我的財報上面是花費。那這個東西到底是投資呢，還是怎麼樣子的狀況？我覺得可以好好討論一下，好不好？你們自己思考一下吧。那我是覺得很妙的。那不管，我們接下來再繼續往下走。你們把這4手牌連在一起看，雲端商投資 AI 新創 ，AI 新創回頭下訂單，晶片上投資 AI 新創 ，AI 新創回頭買晶片，訂單灌進積壓，積壓撐起股價，股價撐起再融資，再融資再投出去，同一疊籌碼牌桌上繞圈繞圈繞圈。做空的人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就是本周殺盤的關鍵數字——循環金流。
circular financing。而牌桌中央那个收走大家筹碼的玩家叫 OpenAI， 本身沒有獲利過，一次都沒有。有分析師講得很直白啊，微軟45%的財務未來壓在 OpenAI 付得出錢的這個假設上，這是 hope and prayer， 希望加上禱告。這已經不是交叉持股，這他媽全部抱團去死啊！這算不算龐氏騙局？我講清楚，不算。你不要說我指控他們龐氏騙局。龐氏騙局是拿後金補前金，底層沒有真實資產。這裡面的資料中心是真的，晶片是真的，算力需求也是真的。真正的問題不是假，是3個字：集中度。整個產業的兆元豪賭啊，收斂到少數幾家還沒證明能賺錢的新創上。只要 OpenAI 的融資喘一口氣喘不過來，只要它的 IPO 定價不如預期，這條金流鏈上每一家的訂單資料全部要重新估值啦。然後本周市場開始自己開獎了，7月27、28號2篇，費城半導體連4黑，理由外電寫得很清楚。AI 循環金流交易疑慮，加上資料中心投資的循環性質，美光跌8.8%，8.8%，AMD 跌了8.1%，Intel 跌了5.9%，SanDisk 跌了14.2%，韓國 Kospi 盤中跌了10%，熔斷。導火線是中國長興存儲上海 IPO， 長興哦，不是我剛講錯了長江。長興存儲上海 IPO 引爆的記憶體恐慌，但火藥呢是循環金流的疑慮堆了半年的。3個月前哦，講循環金流的人被當成酸民空軍啊，本周變成主流賣壓的官方理由。各位，風向變的時候呢，永遠都沒有辦法告訴你什麼真什麼假。你看我背後的就是 Transformer 這篇論文的結果。我一邊把這一段講完，一邊讓你重新思考。當然，我沒有給多方來一些辯解，不然你明天早上不想起床了。微軟的財務長混說，積壓裡面還有55%，大概3440億，來自廣泛的客戶組合。光這部分成長28%，而且全部積壓呢，有25%會在12個月內認列成營收。摩根斯坦利說1.4兆會回本啦，這些都是真的。但容我提醒各位一件事，當年恆大的訂單也是真的啊，保證交付的公告也是真的啊。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數字真不真，是整個結構裡面啊，誰在替誰背書啦？來，我把我的頭縮小一點啊。這個感謝 TLTW 一直這個抖內我們的小筆75元金額，然後讓今天的目標達標。我們之後就多講一點股市好了，畢竟大家多賺錢才重要。不，長興，我跟你講，你說長興有沒有那麼強的影響？坦白講，以它的產量、產能跟技術，並沒有。可是問題是，它會造成一個信心放大效應，就是當你一下子失去信心的時候，全部人就害怕跟着跑。踩踏事件多半都是遠方有人大叫快跑哦，然後中間有人恐慌，接下來就踩。不 ，Kospi 熔斷，你說是因為 ETF 槓桿太高，你說是因為槓桿太高，這個不是錯。但是你槓桿太高，一開始要有一個跌倒的趨勢嘛，要有一個跌倒的趨勢，那個嚇人的是那個趨勢啦，不是其他的東西啦。
那好啦，所以啊，官方的话術要反向解讀啦。所以呢，問題從來不是單一數字真不真，是整個結構裡面誰在聽誰的承諾背書，而那個最底層的承諾人呢，口袋裡到底有沒有錢，還是他嘴巴一張嘴講講而已。老規矩，官方的話術要反向解讀。當整條產業鏈都在跟你保證需求是真實的，絕對不是循環的時候，你就該去查到底有多少需求是他們自己投資出來。所以啊，我們接下來要看了，你看這一張圖是不是看起來很恐怖啊？全部都是你弄我，我弄你，然後我錢再吐回來給你，讓你變成業績。謝謝 L 小戴在催促大家按讚。現在線上有900多人了啊，幹，難道我真的要轉型一個股市投資科技部落客了嗎？不知道哎，我看看明天講什麼。哎呦，幹，明天又是軍事呢，不能怪我。中俄軍事合作啊，後天是講地下世界怎麼搶 GPU， 然後禮拜六講高市早苗，然後禮拜天兵哥來，然後禮拜一講稀土走私。好，這故事聽起來都還不錯，但稀土走私要不要加公司的連結呢？哎，我問一下一個問題啊，因為我仔細看一看，我發現我禮拜五講地下世界的 GPU 爭奪戰，然後禮拜8月3號我講的是全球稀土走私的故事。哎，這些東西你們覺得要不要加上股市或者是背後公司的影響？要的話請按1，不要的話請按2。請大家分享一下。想躺平 Wilton 說，我原來8點半看的直播是小翠實證財經靠腰嘞。哦，破千了，是不是？轉型在線會更多人。哎，你真的都要加股市哦，因為對我來講，做研究是你前端的研究難做，股市連結好做啊。沒有 Mars VIP 我知道，但是最近出現很多奇怪的稀土走私的現象，而且你知不知道，以前稀土走私是外國走私到中國來，我也是做的研究之後發现，幹，怎麼會這樣子？哎，我小戴說再10個讚就達到500讚啊，各位趕快按讚。朱大講股市好像流量更多，好了。沒關係，你們如果要1的話，我就再跟 AI 下個指令，好吧？請他列入美股跟中國公司的股票，哪些股市會受影響？我不能講台灣股市，對不起，我不能講台灣股市。民宿5021說，這禮拜所有股市台都多1倍多流量，問題是現在不該買啊！你如果問我，我一定說老實話，我不是股市老師，現在不該買啊！因為我剛講了，美國股市跌，微軟也跌 ，Alphabet 也跌，媽，國外股票跌，台灣股票什麼時候撐得住啊？好 ，L 小戴說 Do it，L 小戴是一個創業資深專家呢。好，但我的意思說，我不會鼓勵你發財，我能講的就是上游出了變化，它會怎麼樣子影響到下游。那被套的人多，就來聽我的漲知識吧，好不好？好，來，我們接下來要講了。那一路講到這裡嘞，那台灣坐在這個賭桌的哪一邊？
好，510讚，謝謝大家。L 小戴幫忙吹也是很好的。那 L 小戴也謝謝你抖內星星吶。來，我們把鏡頭拉回到台灣了。這一張要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場兆元豪賭1兆美金哦，護國神山到底是莊家玩家還是籌碼？先講好消息 ，TPU 這把劍呢，設計圖是博通畫的，但劍是台積電打的 ，NVIDIA 的 GPU 呢也是台積電打，也就是說呢，賭桌說不管誰贏，晶圓代工的錢台積電都賺到。所以我的意思說，前面有網友講說你要買的這個台積電會賺錢，我不反對，我完全支持。但台積電股價會不會一直漲，這是另外一回事。GPU 派贏，台積電賺 ；TPU 派贏，台積電還是賺，這叫中立莊家穩坐抽水。明秀說：“朱大，你沒看股市台後，股市台漲的時候也是沒人看，跌的時候股市台才有人看。但我真沒看啊，所以聽起來很爽，對不對？但是先不要爽太快。3個風險，一個一個講，我就負責講難聽話的。第一個，排序洗牌，就在本周呢 ，Apple 市值超越 NVIDIA， 重新登上世界第一，一度摸到5兆美金啊。” NVIDIA 王座在鬆動哦，而且就像剛剛講的，有很多人對於左手賣右手，右手買左手很有疑慮啊。而台灣供應鏈這幾年的黃金排位啊 ，CoWoS 先進封裝 ，HBM 就高頻寬的記憶體供應鏈，伺服器機櫃散熱全部都是照着 NVIDIA 帝國秩序排的。TPU 這種客製晶片的比重只要在成長，供應鏈的權力結構就要重排，誰上誰下，重排的過程就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過程。台積電本人沒事，但 AI 概念股這5個字底下的上百家公司，命運不是同一條哦，命運不是同一條哦。第二個 ，NVIDIA 不會坐以待斃。黄仁勳量產 Blackwell 之後，馬上端出下一代 Rubin， 然後是更狠的下一代 Kyber 機櫃世代。各位，這消息你我一般股民都不會注意到，但他媽的，他要改用800伏特的高壓直流供電了啊，連交流電都要淘汰了啊！有沒有搞錯？一個機櫃不知道會重到什麼程度啊！2027年就要上路了，各位 ，AI 的軍備競賽已經捲到連插座都要重新發明，要用高壓電了啦！你舊的機櫃根本全部要淘汰，以前從氣冷到變成水冷，現在要變成高壓電了，你的所有的機櫃都要重來耶！小紅書沒有上市哦，因為它這個上市前幹掉它的創始員工，所以被痛幹。再來，對台灣是個機會，電源、機櫃、散熱全部要重做一輪，但這也是一個門檻呢。你沒有辦法馬上開新產線，全部轉彎，跟不上改朝換代的直接出局。你現在還在沉迷於水冷，那請問水冷加上高壓電，你到底要怎麼改機台啊？第三個，這個最少人講的，我特別做了一點功課，叫 CAPEX 的傳導。CAPEX 是 CAPEX Capital Expenditure 資本支出。就是這些公司花大錢買機器、蓋資料中心、買晶片、建廠的那些長期投資。我們整集講的那個1兆美金的訂單吶，都是同一件事情。最後誰在出貨呢？很大一部分是台灣吶。
美國巨頭的資本支出呢，就是台股 AI 供應鏈的營收。反過來說，哪一天巨頭開始砍 CAPEX， 第一個感受到寒流的也會是台灣，因為那個信心威脅非常非常大。本周費半連四黑啊，韓國記憶體股崩到熔斷，就是預演台灣加權指數的 AI 含量太高了，是全球最高，這個不健康啊！你整天每天都只吃飯不吃菜不吃肉，等到大米價格一起伏，你就受到影響。只要美國打噴嚏，台灣就重感冒，因為我們的 AI 股比例太高了。在聽直播手上滿手 AI 概念股的各位，我不是叫你賣股票，我沒有資格叫任何人買賣任何東西，我不是股市分析師，我只是叫你看清楚自己坐的位置。台灣不是旁觀者，台灣是這場賭局的軍火供應商。軍火商生意最好的時候，就是戰爭打最兇的時候。問題是，沒有一場戰爭會永遠打下去。台灣的財經圈每天在喊 AI 概念，喊供應鏈受惠，有幾個人在算巨頭的自由現金流轉負之後 ，CAPEX 還能撐幾年？沒人在算。因為算了之後節目就不好看了，但本台就是專門講這種不好看的東西的，聽我們的，有危險的時候躲得比較安全。Quality 問說，如果這幾天有機會回正，大家會逃嗎？我覺得大家要分散風險，不要逃。分散風險就對了，你不要單一只壓幾個。來，壞掉的龍龍九說，超哥斗內，你們台灣那些邏輯不對。長興的問題是目前產能分配低端低潤手機、平板電腦，現在三星、海力士、美光都沒空做周期性產品，看庫存，再看看這些產品都哪裡做的，所以長興有機會。當然，半導體不是只有高端晶片。再去看看車載部分，中國的市占率快50%了。再說華爾街那批人是諮詢過的，他們發現美國這些 AI 公司閉環花了那麼多錢，但中國 Kimi K3 跟 DeepSeek 成本不需要那麼多的時候，這批人才不管，直接做空。對啊，他的意思就是人家真6可以用更少的成本做到更高的效果的時候，他就做空嘛。但是你 DeepSeek 要上市前的那個抱怨什麼華為抱怨晶片的東西，人家還不是把你外泄，你還是會受到影響。所以大家爾虞我詐啦。至於100%相信什麼滔定律，我晶片上市台灣就完蛋，這些人，我建議你緩口氣，多讀書。滔定律有熱力學第2定律的問題，因為發熱。熱不會跑掉，热不會跑掉。那你怎麼解決熱？那個是最大的問題。滔定律的問題是在熱力學第2定律，所以就不要多擔心，好不好？各位，你要相信滔定律就隨便你開心就好。這個東西是少數我比較有把握的。來，我們講到這裡啊，事情其實已經很清楚了。我們把3層結論疊起來。第一層，路線之爭。2026年上半場改完考卷的垂直整合大獲全勝，不是險勝，是大獲全勝。Google 10年鑄的劍，在電費跟晶片價格掐住所有人脖子的這一年，變成了決定性武器。
微軟借的船還在海上跑，跑得也不慢，但市場已經看清楚船不是他的，快一半的貨也壓在同一個船東身上。我也知道鑽石微流道啦，但是你去問問華為的工程師好嗎？如果真這麼穩，那大家就逃到外太空了啊！但是我不能多講啦，這個我說過，我是用分析的，所以就這樣子，就這樣，你開心就好。但第5章我們也潑了冷水啊，對不對 ？Google 大獲全勝是上半場的比分，不是終局啊。鑄件的帝國現在當年的8個鑄件師全跑光了，旗艦模型在拖延，而且都變成美國版豆包。每一次問問題都瞎雞巴講，你問他一個嚴肅的問題，他就配合你瞎掰，然後你問他一個不嚴肅的問題，他就想半天想不出來。所以現在旗艦模型的王座一天比一天短，垂直整合贏的是結構，但人才戰爭卻天天重新開打，這場比賽沒有終場，好嗎？來，第2層呢，考卷變了。7月22號之後呢，市場不再問你路線對不對，市場問你1年2000億的支出成本回得來嗎？是由現金流轉負的公司哦，你憑什麼維持這個估值啊？你他媽把錢通通給我跑去買晶片，跑去投資別的公司，跑去蓋資料中心的時候，我為什麼要買你股票？路線之爭呢，就降級成什麼？降級成燃燒效率之爭了。在大家都得燒1兆美金的現實面前，你要選對路線啊，可能只是決定你燒的比較有效率而已。第3層是循環金流，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台灣沒有人敢講。本周的沙盤告訴我們，市場開始檢查牌桌底下的東西了啦。需求是真的，資料中心是真的，但需求裡有多少是巨頭自己投資出來的？沒有人給得出精確答案。金融市場最害怕的從來不是壞消息，是算不清楚。那今晚的微軟交件會怎麼樣？我不知道，我也不會預測股價，我只給你3個看點，因為你財報一來，趕快丟進 AI， 幾秒鐘的事啊。Ivy Lily， 你他媽的不懂，不要在那邊瞎雞巴講。什麼叫做9月等不到？熱力學第2定律不需要等到9月。你今天除非有突破性的散熱能力，否則你不要在那邊銀學的，幹你娘嘛！講晶片，我懂比你多100萬倍啊！你在那邊吹，幹我滔定律好棒好棒！我一向保持中立，做出來再說，良率夠再說，不要跟我講定制型晶片這種東西，回家讀書好嗎？回家讀書。那你看 Thiel 自己是一個企業主，他上來講，插個嘴 ，Broadcom 的 TPU Appended 的晶片主要就是做 Token Base 的交換。當它未來需求收斂，就表示 Data Center 的建設放緩，對應朱大所說的 Capex 的悖逆，大家就可以體會老朱的核心思想是什麼。我的核心思想就是我們一切溯源。一切小心，就這樣，好不好？不是你現在要贏，你就贏，沒關係。但你不要他媽今天在我這邊丟人現眼，說我滔定律天下無敵，一定可以，你台灣到時候會完蛋。他就不是啊，他就不是啊。熱力學第2定律沒有讓你那麼容易跑掉了，你自己去華為的內部找人問問看。不要在這邊丟人現眼，好不好？哎，隨便啦，隨便啦。來，我繼續這樣講。人家好，華為最喜歡打臉，打，你們開心就好。我又不會去買嘛，滔定律的產品。來，所以呢，循環金流是最大的問題。來，第一個，你要看微軟的 Azure 成長率守不守得住4成。第二，
訂單積壓裡面 OpenAI 的比重有沒有變化？45%這個數字是往上還是往下？第三，管理層敢不敢回答資本回報率的問題？3題答好，微軟的故事隨時會翻頁；答不好 ，OpenAI 的陰影會繼續照頂。等價交換是沒有僥倖的。最後，我要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親身體驗的故事。有一個人在2025年底，人在一個完全與世隔絕的地方，手上只有一本過期的財經雜誌，他靠着那本雜誌寫下一段判斷：Google 的垂直整合領先，但未來還不確定。那一年的年底呢，他重獲自由，回頭一查，判斷完全正確，物質領先是大獲全勝，厲害吧？路線壓對了。然後他想起來一件事情，我的股票賬戶裡面當年買的是微軟啊。好，我跟你講，今天這篇直播呢，它的原始是我在北間寫的一篇專欄，那篇專欄呢，我大概1-2個月之內，這整本書會寫完，我會出。但是這就是我的無奈啊！我今天跟你講了那麼多雞巴毛，但是我的主力資產是壓在微軟上面，那有什麼辦法？你看對了，但是有個屁用！媽，我在這個北京我又不能交換股票。來，你自己笑完，你也可以想一想啊，有沒有可能是你嘛？你看對了 AI 趨勢，錢放在定存；你看對了台積電，手上抱的是航運。你2022年就說 ChatGPT 會改變世界，然後手上一張相關的股票都沒有，腦袋壓對路線，錢包壓在另一條路上，這就是散戶的宿命啊！看懂跟賺到中間隔的不是資訊，是部位，而部位是要用真金白銀，要用你敢不敢承擔波動去換的。所以今天這一局的最後一句話不是報名牌，是一個等價交換的提醒。這個世界不會因為你看懂了就發錢給你，真相總是傷人的。AI 的市場這一個豪賭裡面呢，沒有這麼容易，沒有這麼簡單的。只有一張1兆美金的賬單啊，貨到付款，簽收人名單上有巨頭，有散戶，也有台灣。賬單什麼時候到呢？今晚凌晨哦，微軟會先付第一期，明天直播有空會跟你講這個答案。哎呦幹！我真的實在不能理解，有這麼打槍這麼開心的哦。來啊，這個研端會特別講了，熱力學第2定律是什麼？孤立系統的亂度熵會自發性的增加，過程具不可逆性，且熱量無法自發性的從低溫傳到高溫。所以啦，隨便你。高定律的問題就在於散熱啦，其他都不是問題啊，但是散熱是最難的，好不好？EasenTW66說，不知道朱大願不願意討論美國期權、鐵鷹類的？坦白講，沒有研究。但你給我200美金，抖內來，我幫你做一期。短期反轉，但是不一定。对啦，富士山上邱小姐，你行內人你就懂，熵增定律就是熱量問題。秋田勤德說 AI 服務端散熱方案太多了，根本不是問題，你錯了，就是問題。你以為 GPU 為什麼要用高壓電？因為在一個 data center 裡面散熱竟然占了40%的耗電啊。壞掉龍九說超哥斗內涛定律的概念就是叫個傻蛋，每天吃要找炮打。找多了總有一個愛上你，你們認為這樣對嗎？好啦，就這樣子，就是請大家，我跟你講，我們是照邏輯、照理論說話。啊幹，講到這裡忘了貼我的狗皮膏藥，所以重點不在於濤定律可不可行，可行，可是你要商務上能夠成功啊，不要在那邊瞎雞巴講，好不好？秋田勤德，你最懂，你最棒，你最好啦。這世界上沒有
散熱的問題，都你在講，好嗎？你開心就好，好不好？來，這個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斗內的，就是斗內的狗皮膏藥來啦。那1元不嫌少，100元不嫌多，那各位就開開心心的走一下。唉，散熱永遠是最大的問題啊！散熱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好不好？行動端晶片才有散熱問題嘞！看你個雞巴！幹天哪！怎麼有這麼蠢的說法呀？幹，你告訴我說你家裡買一個 CPU、GPU 不用擔心散熱問題哦，裝個電風扇就好了，是不是？你開心就好，你開心就好。好啦，這個我們看看有沒有人抖內啊？沒有，我們今天就要說拜拜嘍，好不好？今天很高興。等一下，我要傳給浩克，上海鴨腳木破了。一律拿去送。黑暗字母端解決散熱很難嗎？幹天哪！哦，我不要太激動。來，我先看看有沒有人抖內。媽呀！我一律建議回去多讀書。竟然有人講說那個資料 data center 散熱能不能解決？來，這個也有網友講，幹這麼有信心哦。他說台灣的年輕人趕緊貸款。這個 LXS 說趕緊貸款買台積電，別買房。我是沒有要建議大家買房啦。來，我看看支付寶有沒有哦，沒有我們就準備投票下班了啊。來，但是昨天有一個抖內25塊的人，叫什麼什麼偉，謝謝你，但是沒有留言，所以我們也沒有東西可以念。好，所以啦，好了，你看，謝謝網友們就回答了。現在真心散熱本身已經變成很大的問題了，因為它功率太大了，它功率是太大了，所以沒有辦法呀。我跟你講，我最後只多講一個，好不好？當某些東西到極端狀況的時候，任何的變化都是很大的變化。你知道有一段時間，因為高頻交易的關係哦，很多人把華爾街附近那些爛尾樓、爛公寓整個買下來變成機房。為什麼？因為它光纖到華爾街交易中心快那麼幾毫秒，就值得。
高頻交易做到那麼快的時候，你物理距離降低，光速即使非常快，也有差幾毫秒，就是這樣啊，就是這樣，好不好？所以就簡单了。好了，這個，甚至用什麼水，用純水，用怎麼樣的交換，中间用什麼器材都很麻煩。好，最後要投票了，各位，今天的內容，如果你覺得好，腳本寫得好的話，請按1。那也感謝各位的支援，我以後只要跟科技相關的議題，我都會問有沒有哪些股票受惠，或者有哪些公司會受惠。那如果覺得今天的腳本寫得好，講得不好的話，請投2。如果覺得今天的腳本講這個寫得不好，講得也不好，請投3，好不好？CUDA沒有那麼快啦。干，特斯拉克赛子講的真的很好笑。如果散熱不是問題，那現在就把自己電腦主機 CPU 跟 GPU 上面的風扇拔掉，打遊戲或跑 AI 啊。好啦，秦明累了是不是？來，開心哦。不要進到CUDA啦，CUDA不可能進好嗎？黃仁勳不可能讓你進CUDA，你也不可能進CUDA。Mars VIP 說朱大對全光方案怎麼看？我認為太早了。好啦，這個，順帶一提，我置頂的有各種各樣的帶貨，有好吃的台灣香腸，還有哈爾濱水餃，還有蜂蜜，好不好？這個我們就開開心心的，禮拜天下午記得要來哦，好不好？還有網友一次帶了3包冷凍水餃，你真是真開心。好啦，跟大家說拜拜啦，拜拜拜拜。人生妙就妙在漏掉念抖內啦。魯魯米說少林功夫好抖抖姿勢，我比較喜歡海倫跟書，那個是另外一個。風心最後抖內，媽我都要下班了，難怪我沒念到。他說怎麼可能散熱不是問題？玩遊戲電腦的廢熱都可以讓你撐過日本冬天了，你一定把腳放在那個電腦上面，對不對？好啦，最後跟大家說拜拜了，不多說了，拜拜拜拜。